为什么中国盛行屎尿屁的笑话，而几乎没有高级的幽默感？为什么中国人死不认错？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？中国人巨婴化的倾向有哪些文化上的深层原因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读到小丑化的倾向、依赖感与推卸个人责任、难于维持人格完整这3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，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专题：小丑化的倾向。中国人难得有幽默感，事实上多半还不知道幽默感为何物。因为只有思想活跃、思想犯规的心灵才能酿造出幽默感。至于循规蹈矩的中国人的心灵，就不是产生幽默感的原地。但是中国人却有小丑化的倾向。小丑是这样的一种职业，他以自己的塔台、失败与丑态来博取观众的掌声。一个被弱化了的个人，在面对心理形势比自己占上风的人时，总会觉得面对一股比自己强大的外力，于是就身不由己地被这股外力带动。为了有所表现来树立起自己的价值，就往往会采取娱乐对方的办法，因此就很容易出现小丑化的倾向。一个不发展的个人，自我估价往往是很低的，自然也不会有自我尊严，因此当他去谋取私利、满足私欲时，也往往会用十分没有尊严的方式去进行。在中国文化里，公开追逐利益的行径是没有合法地位的。一个人除非真正搞存天理灭人欲，否则他就要用弱者道之用的方式去谋取自己的利益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如此高明，于是就出现了在人面前暴露丑态的现象。不少知名人士或者教授之类的人物在台上演讲时，也会做出一些可笑的动作以娱乐听众。这类动作当然是下意识的，却也暴露了个人之不能树立的心理状态。这种个人没有合法性，因此必须用没有尊严的方式去追逐利益的倾向，可能在资本主义冲击底下会更趋恶化。第二个专题：依赖感与推卸个人责任的倾向。一个被弱化的个人往往会觉得自己是无助的，因此就有依赖他人的需要。中国人有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的说法，虽然它不一定表现为对他人的过分依赖，也可以指中国人搞和的做人方式。然而它对一个人独立人格的形成却往往有阻碍作用，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程序设计，使人觉得无需过分的靠自己，而可以去依赖别人。这种倾向在青少年之间尤其严重。的确，中国人的依赖感是如此的深重，如果他们身居他国的话，你只要去照顾他们，借飞机安排住宿，与他们在一起，你就可以赢得他们的友情。这一个文化倾向曾有效地为海外的留学生爱国运动所利用。一些政治的积极分子只要去帮助这些人解决生活上的琐事，对他们付出心意，就可以迎娶他们做群众。但是一个受人照顾就可以让自己的良知被颠覆的人，说的不客气一点，就只可能是一个很弱的个体。中国文化也确实是一个弱者的文化，子女大了，父母往往还不放心，必须处处扶他一把。推卸个人责任的倾向。中国人攻击西方人搞个人主义，往往只注意到别人我行我素的一面，却从来也不想看到个人责任这一方面。一个人如果必须以自我作为基地，透过内省去处理外在的社会关系，就必须对任何事情都做出自我选择，做了选择以后就必须由自己去负责。这样的安排可以使一个人很坚强，也可以令一个人很孤独而陷于精神崩溃。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形，都不能逃避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。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是由外力制约而形成的，而又将生命的大事交给别人去安排，自己无需去做选择的话，那么也就没有责任可言。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是推卸个人责任的。中国文化对人的程序设计是将一些社会义务，例如安身立命、成家立业、生男育女、赡养父母，都用外力的方式安在每一个人的头上，令人们很少用内省的方式去批判或者接受这些先定的角色。然而这种强调外力性的程序设计往往也是有效的，它令一个人不加思索、毫无考虑地去履行做人的义务。这无疑是中国文化令个人对集体负自己一份责任的方法。在革命的年代以及建国的初期，
我们也还可以看到个人抹掉自我，对集体鞠躬尽瘁的精神。然而，当集体的威信下降，他治他律的人格失去控制的一面就会浮现出来，而这样的一个人格的局限性也就暴露无遗。中国人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，自己的毛病不管，先去挑别人的毛病，以图掩饰。鲁迅曾经说过，中国人专门喜欢指出外国也有叫花子、娼妓、臭虫，在外面的世界，这些现象当然是存在的。然而，如果自己的腐烂已经由内而外到了表面，却指着别人头上的疮疤说，其实你也并不比我好，这就有点接近于无聊了，难于维持人格完整性。一个不发展的个人往往有迎合别人的倾向，这样的一个个人，即使在为自己谋利，也会认为只有投人所好才会使自己获得好处。他从来都不能想象，如果自己是什么就表现什么，才会展现出个性美。然而，在中国这个没有超越意象的羞耻感文化底下，人人都有遭到必须做人的压力，而且还要按照长幼、尊卑以及内外层次的渠道去做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还能表现个性的人不是没有，但势必比其他文化要少得多。事实上，整个文化的主流是欣赏一个人不脱离群众，因此一个人是什么就表现什么是吃不开的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自然很容易会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不少中国人一直到30多岁了还保持儿童化的状态，很乖很听话，思想与情感都很稚嫩，也丝毫不懂得人情世故，因此不敢违背别人的意见，处处去迎合他人，就纯粹是一种自我压缩的表现。然而一旦踏入社会，就立即进入老与世故的老年化阶段，并开始学会见人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的伎俩。这种对别人的迎合就不纯粹是自我压缩，而是为了自己谋利的手腕了。也有不少人则从青少年阶段起就学会了这种老年化的伎俩。一位苏联的难民曾对笔者说，在我们国家每一个人都有10副面孔，相比之下，中国人每个人都有6、7副。然而，由于这种倾向延伸的阳奉阴违的态度，却不足以作为民主事业的起点，它最多造成了体制的瘫痪而已。